嗨，小可爱们，我是你们的蛙妹小唐。我作为一个看过《燃烧》、栀子系列、101系列，甚至快男超女的资深选秀粉，每年夏天都会经历一次被龙丹妮支配的恐惧，年复一年的体会被蛙唧唧蛙辜负的悲痛。狗公司系列第3期带大家走进内娱知名选秀养老院蛙唧唧蛙。曝光他，曝光他，曝光他！蛙唧唧蛙，我简称蛙唧。17年由选秀教母龙丹妮创办，你没看错，蛙唧才成立2年。因为背靠腾讯爸爸，财大气粗，蛙唧短短2年就办了5个选秀。内娱2大办选秀千亿人的公司，天娱跟蛙唧老板都是龙丹妮。我们平心而论，龙丹妮搞选秀选人确实有一套。下面我们顺时间线来捋一下。15年底，他做了有点男团养成选秀色彩的《燃烧吧少年》，节目中的9个选手组成 S9 少年团出道，《燃烧吧少年》烧着烧着就糊了。组合默默无闻3年，才各自在娱乐圈有水花。单看舞台，我 get 到了队长伍嘉诚。你是我这一辈子都不想修炼的爱，何苦残忍逼我把手紧紧放开？主唱赵磊。除非我们从一开始就不曾爱过对方。主舞夏之光。愤怒非常嫉妒我的人，他总是朝着对面荒唐。我就在不对你虚华的胆量。后来看《陈情令》，我 get 到了容颜绝美、演技在线的肖战哥哥。战，小赞在队内负责 vocal。却有飘散的娇气。吹啊吹啊，我的骄傲放纵，吹啊吹不回我纯净花园，任风吹，任它乱会不灭，是我尽头的展望。看小欢喜，我 get 到了有霸总气质的郭子凡弟弟。其他几位，我相信我以后也会 get 到，毕竟人固有一分。那必须粉一下吧。17年夏天做了打造圈层偶像的选秀《明日之子》，这个比赛是全程直播。23岁的毛不易靠一首《消愁》爆红，毛毛的低音炮又沧桑又性感又酥。为我了热，还为我双眸失神，我清澈，还同我烟波销魂，与我私奔，还与我错步而生，夸我含苞待放，还夸我欲盖弥彰。他是我最喜欢的原创歌手之一。18年夏天买版权做了创造101，现象级女团火箭少女在节目中出道，好几个妹妹我之前视频安利过 N 多次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。我只 Q 一下火少主唱李子婷，蛙妹我有幸感受过现场，妹子开麦高音真的很稳。19年夏天做了创造营，这个回锅肉遍地的节目里，蛙人撑起半边天。要向着阳光生长，真理不易。派了6个参赛，最终5个出道，蛙人再就业率超过80%。别的爱豆公司年复一年的培养练习生，找机会推爱豆，而蛙唧光靠选秀就挖到一堆好苗子。但是第几名不重要，就看蛙唧唧蛙怎么打造。蛙唧唧蛙用心做选秀，用脚做运营。某选秀教母的人生格言大概是：我想带一群人回蛙唧唧蛙，带回去藏起来。下面我们来分析一下蛙唧到底有多狗。首先，决策韧性，蛙唧的决策经常让我满脸问号。燃烧吧少年节目规则是红白2队 PK， 赢的队伍以 S-Flyer 名义即刻出道。结果节目结束半年后，蛙唧把红白2个队的人混合，搞了个 S9 少年团鸳鸯锅出道。So， 节目期间大家 PK 的那么起劲，在干嘛？粉丝分2个阵营，真情实感的撕逼又是为了啥？茶酒出道后又搞出个当1小时偶像剧女主播的活动，9个性格各异但主动大方的男孩，9个普通但对浪漫心怀期待的女孩，从尴尬到小心翼翼的试探，找到共同话题，最终成为坦诚的朋友。我并不想观看爱豆跟素人相识相知，谢谢。今年蛙唧又死性不改，想把这个馊主意套给 Rise， 戳粉丝雷点，蛙唧是专业的。明日之子系列也是作妖和黑幕漫天飞，第1季更是惹得导师当场罢录。今年明日之女的赛制我更是满脸问号，搞一期走出舒适圈，逼原创歌手去唱跳，你到底是选歌手还是选女团啊？术业有专攻啊，拜托。第2，审美有毒，火烧跟 Rise 的歌曲和服化问题。蛙唧啊，你不能因为你叫蛙唧就沉迷挖土啊 ！Rise 出道1个月没有舞台 ，MV 拍了3天，粉丝冲销量砸钱，结果 MV 拍出来是这个样子。
是某饮料广告的拍摄现场吗？尽兴释放，雪碧靠心凉，心飞扬。而且这首歌让本屠夫女孩梦回街舞少年，不信你们看。致力于把国产组合打造成广场舞爆款，还有各种丑呆了的服化造型。龙总对于时尚这一块也拿捏得死死的。救命啊！弟弟妹妹们再有颜值也经不起这么折腾啊！给大众留下又丑又土的印象，你们有毒吧？最后，艺人太多，但资源有限，这个致命问题以前在天娱就有，现在又重现在挖机。挖机办一次选秀就签10几个人，别家爱豆公司干很多年可能也才几十个艺人，而挖机短短2年就签过40、50个艺人。你们在干嘛？你们养老院是有每年必须新增用户的 KPI 指标吗？明日之子搞了3季，在主流乐坛有姓名的只有毛不易，其他选手几乎查无此人。小声逼逼，毛毛能出圈爆红也是自己有才华，关你挖机屁事！一口气签了那么多人，却没有对他们负责，粉丝投他们出道，然后再眼睁睁看着他们糊掉。挖机靠选秀签艺人，但资源不够又不会长期运营，这就出现2种情况。第一种是打包式营业，茶九出道3年，作为一个爱豆组合，舞台没见几次，歌也没发几首，他们在干嘛？打包混迹在鹅厂自制网剧里。16年组团参演《超新星学园》和《哦我的皇帝陛下》，17年组团拍摄《斗破苍穹》，组团客串《捉妖记2》。当时我在电影院看到茶九特别出演，还激动了一把。结果电影看完也没找到他们，最后发现他们在这里。对不起，打扰了。第二种是反复回炉重造，茶九4人默默无闻3年，最后被挖机派去创造营回炉。就算被拆开，光光依旧会在出道夜自称我是 S9 的夏之光，他们会在出道舞台比茶九的专属手势。龙丹妮这个团被埋没3年，你没有心。周震南经历了明日之子、潮音战绩、创造营3年3个选秀，男男每年都在新选秀里圈一波新粉，然后继续被挖机的无能运营辜负。龙丹妮在采访中提到，他会跟旗下艺人说，别指望你能成为特别红的人。在老板的带领下，挖机的孩子对自己不红这件事情非常清醒。有请我们中国第一当红男团 Rise。没有。谁啊？有没有比较想和他们我们不配。今年新出了这么多选秀，然后像明日之子、3星线出来，他自己的旗下叫。说的我好像以前很红一样，不担心，已经习惯了。在入北京之前，其实就已经是出道了一个这样的身份。所以你有没有感觉到受到关注啊？我们学校有谁你都知道吗？谁会关注我？龙丹妮把艺人看作产品，说自己只是产品经理，这种论调是不是很熟悉？知名狗公司可米领域 CEO 周浩也说过同样的话。龙总曾公开讲到，都是讨论怎么上热搜，怎么去这个做人设，可是我们有没有为我真正几10年的生涯做好准备？话都让你说了，你倒是做啊！实际上我们看到的却是艺人不出圈，粉丝频繁撕逼上热搜，公关处理艺人的负面消息全靠和稀泥。挖机在这方面真的太不上心，太不专业了。除此之外，挖机工作人员干过的破事，之前我在狗公司大赏里面提过一些，这里因为时长我就不重复了，大家可以评论里补充。总而言之，挖机一直被骂，无非就是迷惑行为太多，决策令人迷惑，审美令人迷惑，宣发公关令人迷惑，甚至老板的行为也令人迷惑。龙总面对面问过美琪这个问题，那你真的觉得在你们心里面觉得像粉丝那么想的，像挖机计划倒闭了吗？那种心态吗？以后找一首，找时间再说，是吧？把这种尴尬的问题在镜头面前抛给艺人的，内娱直逆艺人。总而言之，看挖机的选秀确实让我淘到很多厉害的孩子，这也是为什么我一边骂公司，一边还继续看他的选秀。挖妹说这么多，不是单纯控诉挖机有多狗，我更希望的是挖机可以正视缺点，改进不足。挖机啊，你背靠腾讯爸爸，对比起其他小公司已经有很好的机会了，合理的决策，该有的宣发，专业的公关，正常的服化审美，这些总该做好吧？挖机啊，醒醒吧！不要执迷不悟，不要成为第2个天娱，不要让艺人只有解约才能有出路。如果未来挖机还是死性不改，那抱歉，我只能祝你挖机计划倒闭了！挖机计划倒闭了！好了，今天挖妹就逼逼到这里，点赞、投币、收藏本视频，祝大家喜欢的孩子都能被挖机重视和善待。如果不行，那就早日脱离挖机养老院吧。微博关注挖挖挖妹，挖妹在这里等你哦。